明嘉靖29年10月，庚戌之变结束了。徐阶运用自己的智慧挽救了危局，他成为了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危机却悄然临近，因为那个胆怯的失败者将会发起反击。这是红与黑的碰撞，也是一场宿命的对决。你我可以豁出去争，但总不能动摇了大明的根基呀！事情的起因在于嘉靖第3任皇后的死。他们夫妻2人的感情一向很好，而且早在嘉靖21年10月，宫女杨金英等人谋反，企图刺杀嘉靖。正是方皇后及时赶到，才解救了被绳子勒住的皇帝。嘉靖26年，方皇后去世，世宗感慨道：“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随即下令将皇后按照原配规格的礼仪入葬。嘉靖29年10月，当时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可能是亡国的危局令皇帝想起了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发妻，他再次下令要将方皇后搬进太庙，和大明的列祖列宗一起供奉。这显然是违反礼仪规定的。作为礼仪部的堂官，徐阶随即上了一封奏书，表示女后不能入庙，只能放到奉先殿，而且现在太庙的牌位已经满了，如果非要入，那就要把仁宗的牌位移出去。这惹怒了嘉靖，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怒骂一通，并且把一同上书的礼部给事中杨思忠杖责，用以敲打徐阶。事实证明，在礼仪的问题上，如果有人胆敢挑战皇帝的权威，是没有好下场。12年前，严嵩是礼部尚书，嘉靖要将没有做过皇帝的父亲搬进太庙，他被皇帝的明堂货问吓得满脸冷汗，至此变得只会讨好嘉靖。如今的徐阶呢，面对比之前更加乖戾的主子，他想要继续在朝为官，他只能摒弃自己在礼仪上的原则。然而在这些顶级臣子之间的政治博弈中，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严嵩作为朝廷的首辅，这种臣子顶撞皇帝的事情他自然是知道的。庚戌之变中，他已经看透了徐阶这个人能力太强，而且有着阳明门人的头衔当作政治工具，他绝不允许有人的势力能够与其抗衡。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将徐阶这个清流的领袖打入冷宫。在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院单独接见严嵩时，他们的话题从秦皇汉武谈到江山社稷，最后谈到了徐阶身上。出人意料的是，严嵩竟然对徐阶赞不绝口，反复夸奖他勤于政事，能够为君父分忧，而且支持皇帝的长生不老大计，青词写得也很好。可突然话锋一转，皆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徐阶并不缺乏才能，但是多了点二心罢了。嘉靖看着这个70岁的老人，他赞同严嵩的意见。所谓二心，表意自然是前几日方皇后入庙事件，徐阶没能第一时间附和皇帝，没有和天子同心同德。更为深层的因素在于明史记载的另一句话：盖其常请立太子也。早年间被下放的徐阶回京后，第一个职位就是当年皇太子的属官。在嘉靖28年，年仅14岁的太子去世后，徐阶曾先后5次上书嘉靖，应该以国体为重，请求立裕王为太子。虽然嘉靖之前多次向大臣们表示过让太子监国，自己退位去玄修，不过这只是他测试臣子是否忠于自己的手段。同时，他听信道士所说的二龙不相见的话术，连儿子都不见，更别谈立什么新的太子了。严嵩这个多了点二心，立即在嘉靖的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还没死，徐阶就准备另起炉灶了吗？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阁老只用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徐阶不再得宠，皇帝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他通过打探消息，逐渐发现了是严嵩的问题。看来自己在俺答来犯的时候得罪了这位首辅大人。倘若继续这样下去，那就不仅仅是被排挤这么简单了。之前的下言就是前车之鉴。当年在延平，徐阶就早已看透人性，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好人的。所谓好人，教你好，然后就拼命的对你使坏。严嵩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要修复与严嵩的关系，为了活下去。他将自己的孙女儿嫁给了严世蕃的小儿子，这令严嵩大喜过望。在他看来，这是徐阶在向自己妥协，解决眼前的危机。徐阶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获得皇帝的信任。他更加注重青词的创作，同时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十分尊重。于是，在太监们每日的夸奖中，嘉靖重新接纳了徐阶。嘉靖31年，皇帝钦点徐阶以礼部尚书加东阁大学士入阁。皇帝认为徐阶被自己收服了，会像严阁老一样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并且这个人能力很强，可以替自己工作，当然还可以作为清流，制衡严党。严嵩认为徐阶认输了，成为了自己的儿女亲家，但只有徐阶自己知道，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虽然此刻他已经变成了谄媚君主逢迎下作的小人，但他要的不仅仅是内阁赐府的位子，他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那句以微服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隐忍和沉寂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需要逐步瓦解严党盘根交错的势力。于是，在等待2年之后，徐阶选好了他的第一个目标——裘鸾。庚戌之变后，裘鸾提督经营荣政，一时风头无二。究其原因，嘉靖对于救过他命的人，无论是皇宫着火救他的发小陆炳，还是后来解决人因宫变的皇后，他都会卸下防备，几乎完全的信任。嘉靖赐给了裘鸾金书，裘鸾说的话他就没有不听的。恃宠而骄的裘鸾做了他此生最错误的决定，他打算抛弃提携他的严阁老，这也是嘉靖中后期诸多佞臣的选择。他跳过严嵩，直接上书皇帝，希望彻底解决边境蒙古人的问题，在大同开通马市，即蒙古人给大明马匹，明廷给蒙古货物。在裘鸾看来，这是一劳永逸的做法，嘉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全然忘记了当年他的先祖们血泪的历史。事实证明，裘鸾可能是一个好的武将，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一点头脑。马市开启之后，蒙古人经常以次充好，甚至有时候连马都不给，直接抢走明朝商人的货物。边界越来越乱，财物丢得越来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眼见裘鸾并没有将边境管理好，嘉靖下令让他交出边防大印，回京候审。裘鸾已然失势，这时暗中观察的徐阶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秘密上书写下了裘鸾的种种罪行。至于徐阶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的细节，一是裘鸾在军中十分骄横，引起了诸多武官的不满；二是当年贿赂俺答之时，裘鸾是大张旗鼓，在陕西的诸多官员都知道裘鸾的卖国行为，只有皇帝大人还不知道。嘉靖看着徐阶的奏书，气急败坏，他叫来陆炳，命其彻查此事。把持朝政的严阁老听说背叛自己的义子要倒霉了，也不想作弊上官。他的做法十分阴暗，他打算将徐阶在庚戌之变中的神勇表现与裘鸾的叛国行为联系在一起，打倒这个潜在的威胁者。然而当他组织语言准备面见皇帝时，他看到了那封来自徐阶的密书。严嵩失败了，自从他成为首辅之后，还没有人能够夺走他的权势。现在这个人出现了，严嵩的一生都在为了上位而努力着。这种万人之上的感觉，仿佛戴在手指上的魔戒，将其牢牢地禁锢在这权力的深渊。什么儿女亲家首辅为孙，只不过是徐阶麻痹自己的手段。他今后将动用所有的力量，彻底压垮徐阶。嘉靖年间的内阁，由于皇帝疏于政事，首辅几乎拥有无限大的能量。自从此事之后，在政策上，无论徐阶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理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严嵩拼命地想将徐阶赶走，但现实并不如他所愿。这个人实在太过小心，不犯任何错误。如果说现在的徐阶与严嵩相斗，只是政治上想击败严嵩，为了上位达成目的。然而一个人的出现会彻底地改变徐阶，让他下定铲除严党的决心。再过500年，这个人的名字依然耀眼。此人名叫杨继盛。杨继盛家境贫苦，后来刻苦学习的他进入了国子监，
结识了当时已经是国子监祭酒的徐阶。杨继盛很用功，徐阶十分欣赏他。嘉靖26年，杨继盛考中进士，但他的成绩一般，因为这届科举的阵容实在太过豪华。张居正、李顺芳、王世贞等人皆是同期，他并没有被选上前途无量的庶吉士，成为翰林，而是到南京吏部任职。嘉靖29年，杨继盛升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但不久之后，因为求銮开马市一事，上书皇帝，被贬敌道。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被贬之后，他也并没有埋怨时运不济，而是信奉自己为官一方的理念，在当地被称为杨父。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久后，求銮被徐阶揭发，嘉靖想起了这位勇敢正直的大臣。起初，杨继盛复任为知县，而在短短1个月之内，换了3个地方。最后，他来到了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并不知道，他已经被一双眼睛盯上了。他能够升迁，完全是严嵩的一手操作，因为他曾经上书参过求銮，严嵩想让这把剑为自己所用。可这种企图腐蚀干部的行为，是在给严党挖坟。因为杨继盛从来都不是一个会被利益收买的人，在武选司，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朝廷的腐朽。武将的升迁并不是因为战功，而是靠贿赂。同时，严世蕃不停地拉拢，令他感到无比的恶心。嘉靖32年正月18，杨继盛看着日益衰败的朝堂，他做出了决定，他准备终结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要弹劾严嵩。与其说毕其功于一役，倒不如说这是一次死谏。因为杨继盛只是个来自农村并不聪明的普通人，他将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筹码，站在王朝未来的赌桌上。他拿起笔，写下了这篇请诛贼臣书。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卓不次，夙夜之具，司徒报成，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为俺答，内贼为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请以嵩10大罪为陛下陈之。杨继盛列举了严嵩的5件10大罪状，无不是欺君罔上、残害忠良、无恶不赦之死罪。嘉靖收到了奏书，同时立即将杨继盛关进了监狱。当严嵩得知一个因为他才能升仙的人竟然敢弹劾自己的时候，他有些害怕了。嘉靖32年的严嵩已经70多岁了，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也逐渐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他的儿子严世蕃却不同，因为在严世蕃的眼中，杨继盛还不配做他的对手。明史原文记载，严世蕃将自己比作天下3大奇才，其他2人分别为锦衣卫都督陆炳，还有即将升任兵部尚书，在边境立下战功的杨博。现在还应该加上一个内阁次辅、东阁大学士徐阶。严世蕃看完奏书，对他的父亲说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此同时，徐阶也看到了杨继盛的奏书。严嵩从入阁到现在10余年，参他的人不胜枚举，但这一次可以称之为最猛烈的弹劾。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因为他做了自己不敢做的事。而且奏书的末尾写道：大学士徐阶作为次辅，承蒙圣恩，却不敢执政，也有复国的嫌疑。所有人都知道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这句话足以让徐阶置身事外。徐阶叹了口气，看来自己的学生是奔着死去的。愿陛下听臣之言，查嵩之间，或招狱警2王。读完这句，徐阶的神经瞬间紧绷。嘉靖只有2个儿子了，裕王比景王年长几月，100年之后，裕王就是大明朝的新皇。换做别的皇帝也许不会在意，但嘉靖不同，他十分迷恋皇权，自己多次上书立裕王为太子，皇帝都没有同意。他有极大的可能会认为是裕王指使了杨继盛，借弹劾之名做以下犯上、图谋不轨之事。事实正是如此。当皇帝的口谕询问杨继盛为何要写上2王时，杨继盛也反应过来了，自己的无心之举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所以他立即大喊道：如果不是2王，又有谁惧怕严嵩呢？他打消了皇帝的顾虑，但危机还远远没有到来，因为严世蕃
不可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直想做誉王的文章，原因在于：其一，誉王和皇帝的关系并不好，打压誉王可以提升自己一党的政治地位；其二，誉王生性仁厚，而且与徐阶等人走得很近，将来如果即位，自己这一党一定会被誉王清算。所以无论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严世蕃需要做的就是把誉王指使杨继盛这件事情变成现实。他打算和嘉靖17年构陷夏言一样，找到锦衣卫的头头陆炳，因为此时杨继盛正被关在锦衣卫诏狱，篡改一下口供太简单了。他传达了父亲的意思，誉王景王身居宫中，怎么能知道我的事情？杨继盛又怎么可能知道二王会知道我的事情？这里面必有蹊跷，还望陆兄深究此事。陆炳表面答应了严世蕃，可嘉靖32年的陆炳心态早已发生了变化。在外人的眼中，他是严党的核心，是他们横行天下的爪牙。可在陆炳的内心深处，他依然只为一个人服务，那就是他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朱厚熜。虽然陆炳也是个贪官，但他没有必要为了利益把皇上的儿子拉进去。而且他的心腹沈炼也因为弹劾严嵩被流放塞外种田，终日以骂严嵩为乐。陆炳也想做一次真正的自己。正在他纠结的时候，徐阶上门了。为了保护学生和誉王，这件事情您要多加小心，因为一旦牵扯到皇子，要以江山社稷为重。多说无益。徐阶、陆炳都是猜测人心的高手，这些话分量足够了。于是在陆炳的授意下，诏狱的看守并没有为难杨继盛。之前嘉靖发怒要对杨继盛廷上100，由于陆炳的关照，锦衣卫下手时轻了许多，不然这100棍子下去，杨继盛怕是一命呜呼了。虽然没死，杨继盛还是被打得血肉模糊，而且被转出了锦衣卫诏狱，关进了刑部大牢。此时的徐阶正在为营救杨继盛而努力着，他是杨继盛的老师，不可能明面上书，一个不慎就会被严党利用，所以他找来王士祯等人，他发动多位大臣上书释放杨继盛，但皇帝并不理会。一个杨继盛，其实严党是不在乎的。此刻严嵩抓着他不放，就是要做誉王的文章。徐阶没有办法了，他不能眼看着大明的储君就这么被构陷。他来到了严嵩的府邸，皇上只有2个儿子，一旦深究，那肯定不忍心问罪这2个儿子，必定会让其左右属僚顶罪。您为什么要跟王府的幕僚们结怨呢？这是一种忠告，你们别想着牵连誉王了。皇上不傻，可惜严嵩并没有表态，他不会被他的政敌所左右。而且现在陆炳显然指望不上了，他们只有亲自动手。上书弹劾并不是什么罪名，严嵩授意刑部侍郎王学义以假传亲王令旨处死杨继盛。然而刑部郎中史绍斌坚决反对，严嵩立即下令把这位郎中逐出朝廷，并且带话给刑部尚书何敖，如果你不同意，这就是你的下场。何敖没有办法，定罪的文书送到了皇帝的手中，可皇帝却迟迟不批。徐阶说的没错，嘉靖不傻，事实证明他依然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在皇帝的眼里，杨继盛是一个为死搏忠名的人，他不可能让这种人得逞，去毁坏自己的名声。他当然知道严嵩的问题，杀了杨继盛，严党的势力将会进一步扩大，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因为拥有权力最大的人没有同意，事件暂时得以平息，杨继盛开始了在刑部大牢的生活。目前没有人是胜者，徐阶也好，严嵩也罢，都是皇帝制衡的工具。时间来到嘉靖33年，徐阶的头衔又增加了，他加任太子太傅，任武英阁大学士。彼时东南沿海倭寇横行，因为在4年前庚戌之变中的卓越表现，嘉靖认为徐阶是个军事家，而且老家华亭也正处于倭寇的漩涡之中，所以他经常叫徐阶到西院探讨国事，但这也仅限于工作。和每天陪伴皇帝修道的严嵩、陆炳、朱熹中等人相比，徐阶只是近臣而非心腹。杨继盛在刑部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他在陆炳的帮衬下写下了年谱，让我们有机会知道他做过如此伟大的事情。嘉靖34年，诸多不满严嵩专权的大臣依然在为营救杨继盛而努力着，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为什么要关在刑部的大牢？他们发动各路言官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
严嵩想要妥协了，他想起了徐阶对他的忠告，努力了这么久，想牵连誉王是不可能的了。但他的党羽们却并不同意。大贪官燕茂卿说道：“这是养虎为患。如今杨继盛赴海内众望，还是徐阶得意门生。如果徐阶一日当国，继盛辅佐他，我们所有人都得滚蛋。”严世蕃也附和道：“爹如果救他，那我们整个严家都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就在严嵩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义子赵文华送来了一份前线的奏书，内容为构陷闽浙总督张京、浙江巡抚李天宠二人的罪名，分别是养寇不战、嗜酒误事，而且写道前线取得的大捷都是他赵文华和胡宗宪的功劳。在严党的眼里，奏书上的两个人已经是死人了。如何杀杨继盛，严党的天才们已经替阁老构思好了，只需要在这份奏书上加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因为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摆弄权术的皇帝最终成为了权力的木偶，这才是真正的养虎为患。不可否认，嘉靖是大明朝自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后掌控军权最好的皇帝，但其为政后期思想行为模式几乎被严世蕃、陆炳、徐阶等人摸透，导致朝廷政务凋敝，各级官员不能以政事优先，多是在进行自保和内斗。嘉靖34年10月，杨继盛和张京、李天宠等9人一起被砍头弃市。徐阶看着学生的尸体，他终于下定了倒严的决心。这么多年来，他救了很多弹劾严嵩的人，沈树、王宗茂、赵瑾都在他的帮助下免于一死，可唯独他的学生他没能保护。面对这个出身农家的人，这个简单的人、正直勇敢的人，他无能为力。夏言、沈炼、杨继盛这些名字在徐阶的头脑中闪现着。从嘉靖19年回京到现在，他一直在隐忍，他不敢与严嵩正面对抗，他没有证据。但现在不同了，杨继盛本身就是一次死谏，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严党敲响了末日的丧钟。徐阶也终于领悟了对付敌人的秘诀，全天下能杀严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在未来的某一天，徐阶将会用同样的方式击溃严党，这叫做以眼还眼，加倍奉还。子时前拼了命，老夫也要把奏书送到皇上手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可以点赞加关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